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懒。今天啊，咱们要聊这个事儿啊，那叫一个精彩啊！说的是咱们的邻居日本，最近啊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，一件全世界人都没干过、想都不敢想的事啊！啥事儿呢？他们要去海底捞宝贝稀土。这个稀土是啥？很多朋友都知道的啊。为了方便信任啊，我给打个比方啊，比如您炒菜得放盐、放味精嘛，这稀土啊，它就是工业味精。你现在能想到的所有高科技玩意儿啊，什么智能手机啦、笔记本电脑啦、新能源汽车啦，甚至是天上的卫星、海里的军舰。biu biu 乱飞的导弹啊，离了这个工业味精啊，那味道可就差远了，性能啊能直接掉一大半。可以说，谁掌握这个稀土啊，谁就在高科技的牌桌上摸了一手王炸。那过去在这牌桌上，谁是最大的赢家呢？那当然是咱们中国啦。那咱凭啥这么牛呢？就两点啊，一点就是家里有矿啊。二是手艺还好，咱那家里有多厚啊？全世界探明的稀土储量啊，3、4成都在咱们这儿。尤其是内蒙古那个叫什么白云鄂博的地方啊，好家伙，那不是矿啊，那是稀土的聚宝盆啊！一个矿就占了咱全国储量的80%，而且啊，咱这个矿还不是偏科生啊，从普通的轻稀土到金贵的重稀土啊，那种类齐全啊，要啥有啥。特别是那个重稀土啊，全球90%的产量都在咱家。你说气人不气人呢？那光有米下锅还不行，你得会做饭呀。稀土这玩意儿啊，从这个土里挖出来是一回事，你把它变成能用的工业味精，那叫一个复杂呀。那套分离提纯的活啊，没点天赋和家底儿根本就练不成。放眼全世界啊，能从挖土开始到最后啊做成这个电池啦、磁铁啦，全套一条龙服务都能搞定的，就咱们一家，别无分店。所以啊，在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，咱们的这个邻居日本啊，想做点高科技的产品啊，就得乖乖的来咱家敲门，大哥哎，卖点稀土呗。那这个依赖程度有多高呢？90%以上，啥概念呢？基本上就是啊，咱们这边说要卖完了，他们那边的厨房就得熄火。2010年那会儿，因为这个海上那几个小岛的归属问题，咱们跟这个日本闹了点小别扭。这一闹别扭，这关系就紧张了呀。那咱们这个稀土的出口，那就稍微卡了那么一下。那这个一下可把这个日本给急的，那简直是热锅上的蚂蚁啊！从那一刻起啊，这个日本就下了一个狠心啊，不行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不能一辈子让你掐着脖子啊，我得自力更生啊，自己找稀土去。于是乎啊，一场长达10几年的稀土独立战争啊，就这么打响了呀。这日本是怎么干的呢？这日本想啊，你这个中国你不卖我，世界上总有别人卖吧。于是呢，他就满世界找能替代中国的卖家，那找来找去啊，相中了一个远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。澳大利亚家里也有矿啊，但是问题是啊，他跟咱们比啊，那就是个卖菜的啊，他自己不会炒菜啊。这稀土加工里最关键的一步啊，叫分离，就是把这个10几种粘在一起的这个稀土元素啊，像这个挑芝麻里的沙子一样啊，这一个一个给它分开啊。这手绝活啊，全世界啊，除了咱们，就只有澳大利亚一家叫莱纳斯的公司会。但最有意思的是啊，这个莱纳斯公司啊，虽然是这个澳大利亚的，可它那套大型的分离设备啊，没建在自家院里，而是建在了马来西亚。所以啊，这个流程啊，就变得特别的拧巴呀。这个澳大利亚先从自己家地里把这个矿给挖出来，那简单先处理一下，装上船，然后吭哧再运到这个马来西亚啊，在人家的地盘上呢是叮叮当当的一顿操作啊，把这个成品做出来，最后啊再卖给日本。你瞧瞧，这绕了多大一个圈子啊！就为了吃口工业味精啊，得跑3个国家呀。但没办法呀，那为了能挺直腰杆呀，这点折腾算什么呢？靠着这个法子，这个日本硬是把对咱中国的稀土依赖从这个90%多啊降到了60%左右。虽然还是得看咱们脸色，但好歹能喘上一口气了，对吧？但是啊，各位，你们觉得以这个日本人的性格，他们会满足于依赖度从90%降到60%吗？光靠这个澳大利亚，这个日本心里还不踏实呀。所以啊，这个日本就启动了他们的 B 计划，也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重头戏啊，一个听起来啊好像这个好莱坞科幻大片的疯狂计划。可这个日本啊是个岛国，那陆地上那点地啊，用放大镜都找不到几颗稀土，那上哪儿挖去呢？这个日本人一拍大腿啊，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深邃无垠的
大海。他们有个特别牛的科学家啊，叫这个加藤太浩。这位教授在2011年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，他说这个地球啊刚刚形成的时候啊，天上各种的星星咚咚的爆炸，那好多宝贝它都掉在了海里，所以这个海底的稀土啊，那肯定比陆地上多得多呀，而且品质更好。这个理论一出来啊，这个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就信了啊，他们开着船呀，带着各种高科技的探测器，就在自家那片叫什么南鸟岛的这个海域啊，一顿疯狂的寻宝。嘿，你猜怎么着？还让他们给找着了，就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南鸟岛附近啊，这个太平洋的深处啊，他们发现了一座巨大的稀土矿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个矿有多大呢？探明储量1600万吨，这是啥概念呢？也就是里面光一种叫低的稀有金属啊，要是全部挖出来啊，能让全世界用到28世纪，够用730多年。这一下啊，这个日本可真是乐开了花啊，那简直就像一个穷小子，突然间发现自家的祖坟底下埋了金库啊，这下好了，这个资源问题解决了，那再也不用看这个中国人脸色了，可以彻底完全100%的跟你说拜拜了。但是朋友们，这故事讲到这里，你以为是这个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吗？大错特错，这恰恰是9981难的开始，噩梦的序章。这金山银山是找着了，可是这问题是它在哪儿呢？5500米，同志们，这是个什么概念啊？就咱们最高的楼层啊，是这个上海的中心大厦，那632米，你得把将近9个上海中心啊竖着叠罗汉啊，才能勉强够到那个矿。这台北啊101大楼508米啊，那得叠个11个吧。在那种地方啊，这水压大的能把一辆坦克啊压成一张铁皮，那这温度低的能把这个石头给冻裂啊，而且那是绝对的黑暗啊，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。你想从那种地方把这个泥巴给挖上来，你觉得是一件容易的事吗？这日本人说了啊，不管，我们明年1月份啊就要正式开干，搞这个实验性钻探。这是地球上的第一次，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，完全是摸着这个石头过这个马里亚纳海沟，失败率高的离谱啊！他们打算怎么干呢？听起来倒是很简单啊，跟这个小孩子过家家似的。第一步呢，开一艘名叫地球号的超级钻探船，先到那片海域。那第二步呢，从这个船上啊，往下面放一根5500米的长的这个超级吸管。那第三步啊，就是打开开关，用一个这种超级吸尘器，把这个海底的泥巴就呲溜一下吸到这个船上来。那听着是不是跟咱们用这个吸管喝这个珍珠奶茶一样啊？但现实啊，能把他们给噎死。这里面的难关啊，那真的是一道接一道，每一道都可能是送命题。这第一道坎啊，设备，你那根5公里半长的吸管，还有在这个海底挖泥的机器人，那常年泡在腐蚀性超强的海水里啊，还得顶着能压扁一切的压力，那这个玩意儿，但凡有哪个螺丝松了啊，哪个泵坏了，你怎么办呢？你派个修理工背着氧气瓶下去啊，别闹了，那是去喂鱼的。这套装备的稳定性啊，那就是个天大的问号啊。第二道坎，成本，这得花多少钱？我跟您说啊，这都不是花钱了，那就是拿钱当这个柴火在烧。这地球号出海一天，这个油钱啦、人工啦、设备损耗啦，那就是个天文数字啊。挖上来的那点稀土啊，卖的钱够不够船票钱啊，都得画一个大大的问号。这根本就不是在做生意啊，这就在赌国运啊。还有这第三道坎啊，就是技术，也就是最要命的一关。行，就算你人品爆发，这个设备没坏，钱也够烧，那你成功的把这个海底的泥巴给吸上来了，那然后呢，你以为你吸上来的是稀土浆吗？错了，你吸上来的是90%的海水和10%的泥。好家伙啊，你费了9牛2虎之力啊，捞上来这样一桶东西，结果这个90%都是水。你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个泥浆脱水。这陆地上的矿石哪有这么麻烦啊？你现在得专门为这些海鲜泥啊发明一套全新的超级甩干机。那这个技术谁有呢？没人有，自己从头研究吧。好了，这个水甩干了，剩下这个泥了。那这个泥里的稀土跟这个陆地上矿石的还不一样，因为它们不是一块块的矿石啊，而是像这个胶水一样粘在这个泥巴的颗粒上。你怎么把它给弄下来？用陆地上那套又是酸泡又是火烧的老办法，对不起啊，不管用啊，
配方不一样啊。哎，也就是说啊，你不仅要发明深海吸尘器、超级甩干机，你还得发明一套全新的稀土搓澡技术，把这个稀土啊从泥巴上给它搓下来。就算你把这个稀土啊也搓下来了，别忘了啊，哎，你那个澳大利亚的朋友，他这个厨房啊是给陆地矿石设计的，你把这盘海鲜刺身给人家端过去啊，人家大厨一看，当场得啥样啊？哥们儿，你这食材我没见过呀，哎，我这个锅炒不了啊。你看看啊，这个一环扣一环啊，全是死胡同啊。所以啊，咱们再回过头来看日本这个海底捞月的宏伟计划，怎么看都像一个画在 PPT 上的大饼。专家都说了啊，就这技术难度和这个成本，日本这套东西啊，就算一切顺利的像开了挂，那想要真正实现商业化，能稳定的给自己家的厨房供应味精，那最快也得等到2024年以后了。2024年啊，朋友们，还有15年呢。那到那个时候，这个世界都变成啥样了？说不定啊，咱们都用上核聚变了，谁还稀罕这点土啊？所以说啊，这场轰轰烈烈的稀土分手大戏啊，这个日本虽然演得很卖力，又是找新欢，又是想自力更生的，上天入海无所不用其极啊。但是目前来看啊，这个手啊，还真的不是那么好分的。咱们中国几十年建立起来这个稀土总舵主的地位，可不是你一个异想天开的科幻计划就能轻易动摇的。那当然了啊，我们也不能小看人家的决心嘛。作为这个吃瓜群众啊，咱们就搬好小板凳，嗑着瓜子，看看这位邻居啊是怎么在这个5500米深的海底表演这个史诗级的海底捞吧。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儿了，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